嫂子，俺还想跟您再谈谈。俺没空。嫂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俺要去娘娘庙，俺去还愿，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，顺便给你、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，行了吧？嫂子，非要现在去吗？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？俺许了日子的，就得今天还。嫂子，俺在屋里都听见了，去娘娘庙是吧？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，过年庙会，俺姐还带俺去了呢。你这还怀着呢，那山路多颠呐！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，你要你嫂子的命啊！听话，在家里好好躺着啊，嫂子给你带好吃的。嫂子，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，走。哎。苏苏，你先在屋里好好歇着啊，俺出去一趟。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？太过分了！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。俺别在这里算了。哎，真是动了春气啊！这孩子们都放风筝了。俺要是有儿啊，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。别说那有的没的，赶紧干活得了。柱子哥、柱子嫂，你们在忙着。哎，俺想和你们聊聊。啥？跟俺们拉呱？对，就是拉呱。啊，这俺们干活呢，一会儿啊弄得你一脚泥。不爱的，不爱的，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。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呀？除了种地打粮，吃了不饿，还能干啥呀？农会，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？还有，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，帮农友们减租减息、涌电，啥个看法吗？哎呀，飞亚少爷，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，你也看着了。俺们家呀，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，除了交租就剩吃喝了，再加上那个张宗昌，这税那税，快把我们皮都挖没了。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，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。俺们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，看不着的，俺不信。走。柱子哥，此言差矣，这没有见过的事儿，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？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，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。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，有了这涌电，日子才会更好，才会更有盼头，不是吗？飞亚少爷啊，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。对。那俺就更听不懂了。你说啊，你个财主家的少爷，这减租减息、涌电的事儿，不是对你不利吗？那要是别人跟俺说，俺还能听听。咋你说，俺就觉得那么怪呢？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，但是这事儿啊，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？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，甚至涌电，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，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，你就这么着吧。行了，快走。来，这样。对，您说的对，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。但是柱子嫂子，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，但请你们相信俺，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。俺希望以俺的力量，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，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。好，俺相信，快去劝吧啊！走。你说这够倔的。来，都给你包好了啊！你这盐下的挺慢呀，得抓紧吃了，别受潮了。完了再来啊！哎呦，博洋，你拿什么砸的我呀？是飞镖吗？俺买好吃的，把你这好吃的都给俺拿出来。看起来还是急茬。说说吧，想吃什么好吃的？俺这存货可不多了。那个外国糖，吃完牙变黑的那个。那个
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还有柿饼子、蒸枣、芝麻糖。你这是害口了吗？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，你这害的口挺杂呀。俺没心情跟你斗嘴。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？俺嫂子呗，去娘娘庙也不带俺，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。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？果不然就是受气了。做的对，人家对咱不好，咱不能对自己不好，是不是？等着啊，给拿点好吃的，我紧着你挑。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，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，咱不是每回都能抢着。没有外国糖，你跟俺说这么多干啥？大小姐，你别生气，是不是？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，哎，是不是？还一层，下边这还一层。没啥新鲜玩意儿，俺家都有。你这叫什么话？这还不新鲜吗？这一点不皮，嘎嘣脆。都给俺包上吧，全包上。全包上，记俺账上，回头跟俺嫂子要钱。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。你说啥？俺是说，俺见不得你生气。回去等通知，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事啊。啥是农会，啥是永电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这农会可好啊！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，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！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。啥是永电嘞？永电啊，就是这个地，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，他们不能想抽就抽，想给谁就给谁了。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事儿啊！这个牌本上画的是啥呀？一条土扇。这个呀，不是土扇，这就是农会的标志，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！啊，当然，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。铁头，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，因为俺相信，以你的号召力，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。但俺没想到的是，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。你拿着，拿着。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，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。以后你要需要帮忙，都可以来找俺，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，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。来，拿了，看什么看？费家少爷啊，你这是个么意思？俺咋有点？俺想帮你，你想帮啊？啊，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，这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帮俺啥呀？你是个啥？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！你是个少爷啊！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？是不是？对呀。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！来，哎，你们几个啊，都听好了，去俺们家开会，都别忘了，都是自己的事儿，都想着点啊！哎，散了。先忙去吧，等通知啊，等通知。好，冯铁头。哎呀，白先生让俺通知你，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，让你带着积极分子去看看，学习。回头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们开会讨论。好事儿啊！好事儿啊！走，现在走。哎呀，大脚，哎，大脚，走，跟着。娘，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。爹说了，下午不用小肚饺了。来，大脚呢？让人捎信来了，到下庄去看批斗潘小鬼儿，让你别急，不到黑下就回来了。娘，俺还得再出去一趟。苏苏啊，嫂子，快来看，嫂子没骗你吧？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，谢谢嫂子。文典呢？出门子了。啊？嫂子，
哎呀，你要干啥去了？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？人老话都说了，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，经常听亲爹说话，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。嫂子，俺先回屋了啊，躺着躺着。嫂子，俺有正事跟你说。嫂子，俺看见了，咱村的农会成立了，铁头牵头，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。铁头牵头，那好呀。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，让他再种1年。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，不会为难俺的。再说了，那潘小鬼是啥人，谁不知道啊？那就是个恶霸。他能为了报仇，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，埋1头鱼进去，还放狗咬路过他地里头的人。整治他都是轻的。要俺说，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。对，嫂子，您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，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，不给佃户永佃。那也是罪加一等。那嫂子，你还等啥呢？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，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永佃呀？俺为啥呀？哎，不是，文爹，你为啥呀？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？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，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？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？那么容易呀？俺要知道，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，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，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。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。笑啥？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？啊，咋干？咋干？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氏那个老寡妇。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，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，把掘地户的欺负惨了。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？刚才台上的人还说，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，这人家没房子，在外面冻着，孩子都冻死了，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。他还帮赵东成屯兵，提前招这个4年军粮税这招啊，也是他想出来的。真的娘的害人精！刘武说的有道理，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。还有，你都没问问她认不认农会，认不认这减租减息永佃的事儿，你咋就要弄她？有道理个屁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，他想抽就抽，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。俺那么求他，他都不让俺再种1年，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？他就不是作恶？哎，真是，顾前顾后的，要么说就干不成事儿，当不了个领导。这事儿说干就得干，今晚就干。这是俺们农会第1次干大事，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，就不能像温吞水一样。要干，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，一起要永佃，让他们都能吃饱饭，过上好日子。哎，你们4个啊，分成4个队，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。弄完这个费佐氏，剩下的就一个个弄。今晚？咋？那功夫管够了，这才刚过午。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，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，啊，一起出发，听懂没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大哥。大什么哥？谁是你大哥？农会上人都叫那个主任，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。对，这主任，铁头主任。哎，你也得管叫主任。信不信俺踢你？一切权力归农会，减租减息，人人都要吃饱饭。一切权力归农会，减租减息，人人都要吃饱饭。一切权力归农会，减租减息。人人都要吃饱饭。今天俺们就要跟这个潘小鬼拔刀算枪。一切权
减租减息，人人都要吃饱饭。休想！减租减息，休想！人人都要吃饱饭。休想！ 嫂子，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，就别进来了，你干脆回学校吧，一会儿就走。嫂子，您不用护俺走，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，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，俺会留下来，陪着您等着。等啥呀？等农会上门揪斗您的时候，俺替您去。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，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这个时候，俺不能不管您。东家，俺想跟您说个事儿。说。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，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，可您跟他不一样，只是有话就说，别老吞吞吐吐的。哎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，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，不给永电的话，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，都得给点颜色。这话是谁跟你说的？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？没有，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，替咱们费家担心。您应该明白，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，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？您好好想想。下去吧。哎。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，俺看出来了，他就是想泄愤，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，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，把全村的锄地户子都叫上，特别是费家的佃户，要一起永佃，要减租减息。那这阵仗的话，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那万一控制不住的话，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？那咋办呢？那俺去费家报个信儿。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。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，俺是觉得应该帮她。俺今天下午去那夏庄了。你也去了？那你都看到了？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，但俺明白发生啥了。俺其实想了一个招，咱俩得分头做，你先劝劝铁头。那你就劝不了，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。你这样劝。哥呢？玩着呢。大哥马上。哎呀，老大，老大，哥。哎，妹夫，稀客啊！赶紧坐，陪哥喝一口。俺不喝了，再来一下啊？干啥？哎呀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哎呀，到俺这儿来了，说事还往哪儿跑啊？你们哥几个先散了。打一个进去玩。来，哥进去，吃点花生，大家来，吃点花生。哎呀，你可是稀客。
咋了？哥，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？我听说了点儿。咋了？宁学祥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？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，还宁学祥，你叫声爹能死啊？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。你知道，秀秀嘴上不说，他心里都快急死了。他急啥？农会的事儿啊，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，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，爹会不会答应？哥，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，千万别舍不得。俺下午去了趟夏庄，那潘财主你知道吧？潘小果吗？比俺爹地还多，比俺爹还有钱。他咋了？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。那锄地户子们真的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，菜叶子、臭鸡蛋，没少往他身上扔，没少遭罪。最后他也低头了，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。哎呀，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，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，更没有农会，谁愿意抻这个茬啊？心里都明镜似的。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洋，是不是？回去告诉秀，告诉放心，有哥在呢，爹保准没事。哥，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抻茬干这事儿吧？不会是你要干吧，大脚？哎呀，你是当俺啥也没说。哥，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。俺走了。回去告诉俺妹，俺知道了。铁头，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说？俺是为你大事来的，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？你说。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，你不能先弄老费家。为啥？你得先服众啊。服众？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要干大事，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，心甘情愿的跟你干，这叫服众。有道理啊。可俺那4个发小还有你，这不都愿意跟着俺干吗？是没问题，可俺觉得啊，你要是先弄老费家，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，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。啥？你想啊，你要先弄老费家，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，给你涌电了，那大家回过味儿来，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。那大家要都这么说，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？还愿意跟你干吗？啊，这话要是传出去啊，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，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儿，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俺不瞒你说，俺就是一心想成那老寡妇。可惜你这么一说，俺要得先服众的话，那俺就不能整老寡妇了。那，你让俺琢磨琢磨。俺是建议啊，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，给大家开个会，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，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、主动涌电的啊，先礼后兵嘛。而且你嫂子说了啊，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。啥大事？她让俺先保密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啥大事嘛？还明天早上？你赶紧说，俺等不了明早。等一宿，急死你算了啊！行，有道理，服众，就这么定了啊！为了服众，俺先不整老寡妇了，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。啊！
嫂子，这都夜了，这要去哪儿啊？嫂子，这手里这拿的啥呀？俺正要去给宁学祥送信。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就他们财主家的。你说说，你看看你媳妇儿。吼啥？你现在去找他，你说啥呀？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？啥？大脚，你也知道这事儿？你也知道这信里写啥？你枉俺那么信任你，俺在家前脚告诉你，你回来吃个饭的功夫就告诉媳妇儿，是不是？你今天真行你忘你啥身份了？你是锄地户子，你不是财主那边的。铁头，你要是真想知道，你自己看。俺不认。大哥，大什么大哥？铁头主任，主任，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。儿子，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，把信赶念了，快！百岁，我能看得懂啥？你念。您一定也知道，知道啥？是不认得了。就没一个认字儿。俺识字儿，俺不会写自己名儿。俺给你念。你念，快念。俺写的是：你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，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永佃，要减租减息。大道理俺不跟您讲，你也一定明白。终是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。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，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。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，把永佃做好，那就成了佃户，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，就跟那潘小鬼一样。这对头，俺劝您不要当。念完了？没骗俺。你要是不信，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。俺去找四爷爷。这。谅你也不敢骗俺。虽然你没给宁学祥送信，但是劝也不行，俺不用你劝。俺们农会的事儿，俺们想用啥法子，俺们自己说了算。外人不能掺和。行，来个人，给俺看着，不许他出屋。铁头，过分了啊！别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为啥看着他呀？枉你嫂子还给你绣旗呢，不识好歹。绣旗？绣啥旗？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。俺知道，你办这农会，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，给他们撑腰，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。俺佩服你，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。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，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，被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，能撑着这面旗。好，很好。你的旗可以照绣，俺的事儿也得照干。越是这个时候，那越不能出岔子。行，那就辛苦你进屋绣旗去啊。你还是去守着吧，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，就别让他出来了啊。哎，做么看着儿媳妇啊？半宿不见，你铁头成了王法了。这小子啊，要是敢动秀秀半根指头，俺打断他的腿。行，你二老懂啥？你进去给俺看，去俺屋，咱说正事。你别掺和啊！你等着，你慢点。爹，俺还是得掺和啊，以后再跟您说。铁头主任，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，在下洼吴三家附近。俺的队伍有13个人，我这队没凑齐，有几个突然不来了，现在就7个。早上说干一天活累了，有的还没拌上饭，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，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。
还有那扎米汉的，那更不敢耽搁了。俺为他们遭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，俺给他们弄成了，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？这个理儿都不懂吗？还要去扎米汉？去，接着给俺去叫。上午接了牌子，怎么有6、70人？只要接了牌子，都是农会的成员，都得来。你告诉他们，封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。以往跟东家受的气吃的瘪，只要跟着农会干，都能给他要回来。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。行，我要去试试再。志全，你那儿多少人？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，就8个人。俺这只有4个，一上午俺就发了6个牌。你那多少人来着？13。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？啊！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，那阵势，那才能镇得住叫得响呢。喂，主任，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？那他家就他，宁家2小姐，费文典，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，这些人也够了呀。不行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，俺要弄宁学祥。谁？宁学祥？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？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？还没有，俺要弄宁学祥。不会不服了吧？不能。等天一擦亮不管来多少人，俺都开趴。百岁，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，不能让他们给宁可金报信儿。好，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，剩下就好说了。走，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，俺就不信这个理儿了。走走走。哎，你着啥急呀？你让秀秀绣那旗，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。你这队伍不用了啊？绣得完俺就用，绣不完俺不等了。看造化缘分吧。出发。秀啊！哎，娘，咋还没睡呢？哎呀，这么折腾，俺和你爹咋睡得下呀？俺给你熬的小米粥。嗯，谢谢娘。哪喝哪喝。再喝小米的。俺一会儿喝。哎呦，秀啊，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。哎呀，咱绣真能啊！哎，这铁头他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，弄那个农会。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，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，俺心里不舒顺。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，他叫人还看着你。哎，咱秀啊，你真是，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，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，你夹着这个中间，你怎么弄呢？你说，娘，还是您懂俺的心思。那铁头不是说了，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，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？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，俺就是想绣这旗，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。绣得完最好，绣不完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。主任，人咋样？人都到了，费百岁小队27人。报告铁头主任，牛舞队伍28人。28人啊！郭小贤队伍16人。费先生队伍20人。好啊，好啊！天一擦亮，俺们就出发。好。三儿，要开拔了，不用看着了。不看人了？对，赶紧走。好。又不看着了，你走么去？俺这个心里有点发毛。你看铁头那架势，这要整宁学祥
证明老财呀，俺现在有点担心大雁跑子，俺得去看看去。哟，总归是亲家，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。娘，好了，娘看看。哎呦，好，太好了，嫂子，俺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。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，俺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背的时候到了。一会儿见了东家，要有电，谁喊的声大，俺就先让他跟东家谈，先让他有电，有农会给你们撑腰。别怕，今天俺们先奔宁家，开马！开马！俺跟着去看看，你先回家，有啥事俺告诉你啊。二蛋子在这看啥呢？赶紧加入去了，跟着农会干，都能吃饱饭。吃饱饭！给我个牌牌，给我个牌牌。这儿，跟着农会干，都能吃饱饭。都能吃饱饭。跟着农会干，都能吃饱饭。都能吃饱饭。从县城回来，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，一会儿忧。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，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可愁的是，宁学祥能主动减租减息和涌电吗？俺心里乱极了。可了不得，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，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。你就连闯北的挨地给转转，这事儿能成吗？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，咱村要想成事儿，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。真发裤子。国贵啊，虽然你不会种地，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。进来吧，俺给你补块牌牌。哎呦，多谢弟兄了，俺就不掺和了，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。那皮鞋还刚合脚嘞。你呀，你看不远啊，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！你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。还有谁啊？现在还来得及，俺给你们补块牌牌，跟着农会干，都能吃饱饭。有农会给你撑腰。铁头，那个柱子也要去，快去！我什么时候说？哎，去！补块牌牌来，给他补块牌。走起来，走！再喊一个。要不算了吧。走了吧，都是怂货！弟兄们，抄家伙！是。弟兄们，战！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，那是立功无数。俺们就是保家防匪，机防盗贼，保一方安宁。谁若作乱者，咱们
打他们有去无回。若有欺老小犯上者，咋办？打他们哭爹喊娘。兄弟们别怕，你们挺要立碑的时候到了，都给俺稳住啊！铁头兄弟，要不要一起练会儿？俺找宁学行，让你们老东家出来。铁头兄弟，回头再说。弟兄们，走！操练起来！是。铁头啊，这是要玩命啊！俺得走了啊！哎。月儿轻轻垂帘过山谷，带我看那风尘的乡土。岁月一朝一夕的沉浮，使我心安处。万物有时生长于荣枯，不落幕生命的起舞，那样的明媚，我和万物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我用岁芒丈量。点一盏灯火回望，土地的年轮延续山川的脊梁，托起部落的太阳，馈赠春光和麦浪。汗水奔赴这苍茫，浸润时光的行囊。人生几多漫长，